切合的吗？后面没有重连，怎么自燃起来？哎呦，这个旁边，快点，车子后面，这旁边的车子能联系到吧？车子后面。哎呀，越烧越大，这就救不了了。哎呀，救不了。哇，自燃了，这个。我靠，离远点吧，咱们。让我走吧。
电车啊，自燃3秒底盘起火，20秒整车报废，平均每天烧8辆，1000度的高温呢，扑灭需要42吨水。这现在就是25年了，燃油车销量反增的原因吧。电车的致命缺点，你看看啊，脖子说的到底对不对？首先第一个，安全，燃油车自燃一般都是碰了或者撞了，外力导致的。平均呢，燃烧速度是0.8米每分钟，从冒烟到明火，你能有5分钟到8分钟的时间可以跑。普通的干粉灭火器呢，基本都能控制得住车辆燃烧，但是电池的燃烧速度能达到3米每秒，你吓人不？国外做过测试啊，扑灭某新能源需要42吨的水。更可怕的是，实验室数据表明，38%的电动车自燃发生是静止状态。你说特斯拉是毛坯房，特斯拉不会封你号；你说特斯拉的导航不好，特斯拉也不封你号；你说特斯拉是垃圾，特斯拉不会报警，也不会起诉你。这就是我推荐大家买特斯拉的原因。20-30万的摩托3根外，我的视频大家都看过了，它的框架安全保护人员的框架超越了100万豪车，不信拿车来溜溜。为什么说我手机只用苹果？电车我只买特斯拉，你说它不好，人家可能是解决问题；你说它好，别人也接受。往往我们自己的产品，作为自己产品消费者，作为支持自己产品的自己人，你只能说它好。你只要一说它坏，它首先解决的就是你的人。可能草多一些啊，但是呢，我相信从这个草堆里边，你们大概能看出来是什么车了吧？续航400多公里，450公里续航的啊，19年上牌的，在这儿放了5年了，这个草长得比我都高啊，一大片啊，总数呢是800多台，一个时代的产物啊，就在这儿停放了。来给你们看看内饰，门是能打开的啊，看到没有？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膜都没撕的新车，在这儿整整停放了5年。你说19年的车在这儿放了5年了，一动不动，大家也能看到这个草都长到车身上了，已经盖过车了。这车放这儿这5年，为什么会放到这5年呢？为什么没有跑过呢？而一放一共总量是800多台，我的天哪！你说这是工业垃圾吗？啊，但它好歹它也是30来万的豪车呀。你甭管说是续航吧，450公里，这个电池也没毛病，是吧？配置呢，那是奔驰的品质啊，一进来就是这个奔驰的新车味儿。好像这个车啊，一个大灯就要8000块钱。那你说这车在这放着干嘛呢？现在大家知道这是一款什么车了吗？大家知道这款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吗？先看视频。也跟过你们过，讲你们过。哇咩啊？你考慮啊？啲相關係冇媒體啊？係唔會啊？冇媒體啊？相關冇媒體蠻白啊！一旦係個人家我專業呢講啊。请问环保部门，这种情况泡在水里会造成污染，跟燃烧秸秆比起来，哪个污染又更大呢？记得之前宣传，1颗电池就能污染1个人1升的用水量，这个车的电池又相当于多少颗电池呢？好像自从我们遥遥领先后，我们的电池一点污染都没有了。新能源汽车自燃是化学燃烧，等化学反应结束后才会停止燃烧，根本灭不掉的。既然灭不掉，为什么要搞到水里呢？315最应该调查的是这个才对。我们这是一个消防过程，他们马上拿着这个灭火毯，然后把它盖住。这个技术啊，我把它总结为叫甩包科技。你甩出去的哪是电池包啊，是炸药包啊！厂家的意图很明显，你们不都是担心新能源电池不安全吗？一旦电池热失控，哎呀，别说的那么复杂了，就是要着火了，你丢出去不就完了吗？你看这大聪明的思维绝不绝？这个技术是在电池自燃即将爆炸的情况下，1秒钟就能把电池弹射出来，有效避免车主伤亡。不是除了射程，这玩意儿跟鱼雷还有区别吗？
我就想问问，研究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旁边车辆和行人的感受呢？你是过热把电池弹射出来了，旁边车让你烧的过热又弹回来一个，那要是在停车场可热闹了。要是旁边是行人，一个飞铲撂倒，直接火化了呗。亏了这就是在地下跑，要搁天上那就是轰炸机了呗。成功填补了我国平民没有导弹的空白了呗。咱也整不明白，那玩意儿弹射是重点吗？重点不是应该研究让电池不自燃吗？你们要实在没事干了，不行就研究研究怎么弹射司机呢？开车往外崩司机，那多先进！开这车去求婚，直接崩出个老公，多惊喜！电动汽车其实客观的说，它并不是什么创新，电动汽车早就已经在几十年之前就已经存在。比方说东营它的汽车为什么不发展电动汽车？像丰田公司的话，它并不是缺乏这种科研的能力，关键就在于它的副作用很大。特别是如果说它的电池的废弃物的处理方面，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，那其实它的前景是有限的。而且还有一点，就是电动汽车上次湖北的一场大雪，就使得大家对是不是要购买电动汽车就产生了疑问，因为碰到这种极端天气的话，它甚至发动都发动不起来，就很多人都待在车子里面都冻死了。就原先想买这种电动汽车的人，他就产生了。我觉得电动车是夕阳产业。为什么说它是夕阳产业？这个事情很快就会过去吧？我觉得，谁能证明电价比油价便宜？电动车第一是因为电是有国家补贴的，你相当于是在享受着国家补贴，再有一个电价在不停的涨，它早晚有一天会跟油价接近或者持平。而且从排放的角度来讲的话，电车的污染要远远高于油车。你在产生一度电的过程中，能量的这个链条它是能耗非常高的，包括以后这电池怎么办？本身现在发动机的行业已经很成熟了，就是汽车的排放可以认为是零，它已经无限接近于零了。中国排放的问题不是因为这些汽车的排放没有问题，再多5倍都不会有什么污染。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，其实你也看到，只有中国在搞电动车，全世界没有人搞。美国就有一个加州有一些特斯拉，欧洲这些传统车企是根本不搞的。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国家，它可能会出一些个政策，它可能就全面禁油了。如果这些国家如果认为电动车是必然趋势，他们会颁布的法令是立刻停止燃油车，他们只是在观望，到时候如果路线不对的话，他们可以直接把这条法令取消就完了。他们如果认为是靠谱的事情的话，肯定到2025年就变了，就像中国一样大力支持啊，为什么他们不支持？这还是有道理的，所以我不认为电动车是一个朝阳产业。电车就是没有燃油车好，除了加速比油车快啊，电车致命的缺点到现在都没有解决。第一呢，就是安全性。现在的电池啊，全都是液态的锂电池，它是一个易燃易爆的，发生碰撞，电池短路爆炸，逃生的几率是非常小的。而燃油车呢，即使发生了碰撞，起火的概率也会比电池车啊要小很多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续航的问题。很多电车实际的续航能力和厂家宣传的相差还是很大的，特别是在高速上。油车都到家吃饭了，你电车可能还在服务区里排队呢。第三呢，就是保值率了。油车开个10年还有人收，而电车呢，你开了5年，车贩子碰都不碰。现在大部分电车车企啊都是亏损的，就这样他还敢给你承诺车子是终身质保的？他才存活几年，他能不能活到终身质保？买电车呢，现在就是一个巨坑，不信呢，你可以说。这回是丢人丢国外了。中国车企出口袋鼠的新能源轿车或将面临澳大利亚4700万的巨额罚款。在国内每天高喊遥遥领先，结果出国之后那是一罚一个不吱声啊！原来就在近日啊，卖到人家澳大利亚的新能源电动车涉嫌维修售后垄断，怎么个事呢？具体是上市的时候没有公布维修新能源的故障代码、诊断软件、技术参数等维修指标，导致独立维修厂无法维修这些新能源电车。老外客户面临的是天价的维修单，只能到4S店修，厂家客服也根本是联系不上。我丢呀，熟悉的套路呀！但是澳洲可不惯着你，你法务部再能，你能不过人家？在国内消费者坏了，发个抖音都被你法务部给下架了。8万的车去修一下，4S店敢要人家18万，这下有你们好果子吃了。抖音搜索在澳大利亚被罚的车企，你看看都有谁吧？我们是压根不敢说。当下有的新能源车企悲剧的是，法务部他根本不守法，研发部他不研发，就研发咋割韭菜。